20多年前，林金满三兄弟从汕头来到珠江口搞养殖，不经意间拿下了1万多亩的江湖。到如今，已是远近闻名的螃蟹大亨，行内人尊称一声“满哥”。这里有6、7顷亩，养虾、养螃蟹、黄油蟹、银仔蟹、钩蟹、肉蟹、辣炒虾、花虾。这个虾好吃，很鲜甜。对于螃蟹养殖，金满有自己的秘诀，这也是他的安身立命之本。主要这个水质漂亮，保持在7度左右。虾蟹都是要吃这个贝壳的，给它下那个饲料都是海里的贝壳。这里1年出黄油蟹呢有几千万块吧，钩蟹、肉蟹也有2、3千万，那个虾呢有700、800万吧。1年那个产值也挺高的。盘算着1年几千万的产值，很是霸气。但是满哥说，其实关键都是看老天赏不赏脸。去年我们的螃蟹呢就带给台风打了之后，就产量就少了1半。天气如果好一点，没有打台风，就收成多一点。清明前夕，这看似平静的水面下，藏着2种美味食材：烟仔蟹、曹虾。它们即将掀起美食江湖的巨浪。每年就2、3个月的季节，过年到这个清明节前后才有，产完了就开始不好吃了。食客想尝鲜了，这个季节去广州南沙14冲的菜市场转转，肯定有曹虾。曹虾虾壳细薄，爽滑鲜甜，不用去壳就可以直接食用，是珠江独有的虾种，也是南沙的特产。咸淡水交汇形成的特有环境，孕育出这款野虾独特的江湖地位。因此，广东民间流行一句俗语：千虾万虾，不如曹虾。烟仔蟹是青蟹里的处女蟹，是蟹的一生中肉质最为鲜嫩的阶段。烟仔蟹相比肉蟹，味道更为鲜甜滑嫩，相比水蟹又多了一份细腻饱满。买下后，再把虾交给餐厅加工。餐厅的加工方式非常简单，要么白灼，要么清蒸，另加1小碟灵魂蘸料豉油。你搞得咩啊？中了。凌晨2点，满哥就起床了，这是螃蟹养殖户的常态。因为白天捕捞，螃蟹会打架，容易断手断脚。为了减少损失，对螃蟹的抓捕行动都是在他们警惕性最低的凌晨时分实施。所以要2、3点就起完这个笼，这要赶时间嘛。等一下那个人家要拿去市场批发嘛。凌晨的海风凉飕飕，黑灯瞎火工作4个小时，才能完成今天出货的量。被捕的虾蟹要迅速进行挑拣分类，以最鲜活的姿态进入市场。死掉的虾蟹可就1分不值了，所以动作要快。潮虾今天很少，昨天不是进了太多螃蟹了嘛，所以他那个潮虾就不敢进笼。潮虾卖30来块。满哥负责养殖，凤姐负责销售，搭档了10几年，非常默契。等14冲的菜市场早上一开市，市民们就可以买到刚出水的新鲜烟仔蟹和曹虾了。今天卖了6、7千块啊，今天少一点。忙碌了一天，满哥中午亲自做菜，给蟹塘的工人们加餐。鲜活的曹虾铺到蒸笼上，不需要其他佐料，只放上几片姜和葱段，就能蒸出曹虾最鲜甜的原汁原味儿。热石锅直接倒入活虾，用石头的高温烤熟。石烧曹虾跟清蒸不同，别有一番火气味儿。烟仔蟹也不难处理，金满最擅长油焗。
把烟仔蟹用冰水镇后，热锅下油，干煎15分钟，邮局烟仔蟹就做好了。盐焗烟仔蟹手法豪迈，热锅下粗盐，覆盖烟仔蟹全身，焖上15分钟，用盐的高温来逼熟，蟹肉中带着丝丝咸香。煮熟了的曹虾，透过粉白透亮的虾壳，可以看到水红色的虾肉，其味鲜美的源泉来自虾头处金黄色的虾膏。曹虾的虾籽是最鲜美的，虾籽刚孕育时为红色，变褐色时入口最佳，油香滑溜，脆度近似蟹籽。烟仔蟹汁香肉嫩，且带有明显的鲜甜味儿。蟹膏则是水红柔滑，仿似流沙的咸蛋黄，没有黄油蟹的重口味儿，也没有大闸蟹的硬度，膏如温香，肉似软玉，嫩滑鲜甜。三兄弟风吹日晒，满手闲心，却不言辛劳，最终打造出了一片属于自己的小小江湖。10月，广东天气突然转凉，寒意比往年提前降临。廖志成和邓宝豪是连金，也是工作搭档。今天，他们要为自己的虾搭建过冬的安置房，因为他们养的这种虾耐不住低温。这个很麻烦的，有风又搞不了，一副胶纸就6000多个方的了，基本都要20几个。25个人，用了足足7个小时，才盖好了这100多亩的虾塘。面对今年突然降临的寒意，阿成悬着的心总算是放下了。到明年清明后，就把那个胶纸卸掉，30度最合适它生长，低于14度那个虾就会死了。就是现在是保温。每天下午，阿成和阿豪都要给虾喂食。他们养的这种淡水虾叫罗氏虾，东南亚引进，胸部长有2只长钳，壳薄体肥，肉质爽嫩，味道鲜美，素有淡水虾王之称。我是09年，当时是因为去打工，觉得赚不了什么钱，就跟老丈人回来养了。今年的行情比较差一点，可能是因为疫情的问题，跟那个消费能力吧。养虾人是寂寞的，因为晚上要守塘，唯有小狗伴在身边。一锅白水，自己养的虾，自己种的菜，一坨粉，就是晚餐了。罗氏虾肉弹味甜，比其他淡水虾有更丰富的味道层次。你廿幾隻都飽了，你睇。秘密就藏在饱满的虾膏里。虾膏有着近似于蟹黄的特殊鲜美味。如果是光吃虾膏，你可能分不清到底是虾还是蟹。夠大隻係好有新鮮啊！新鮮好多。冷空气会持续多久？阿成心里也没有底，想着还是卖些虾出去，降低風險，便叫來了蝦商。係啊，嗌你嚟睇睇，嗰啲蝦睇睇幾時出啊？夠大㗎啦，好炒嗰啲價錢。如果2頭咁貴，即貴咁咩？而家正價得24、25蚊到啫喎。杜兆華是本地最大的羅氏蝦商，有着豐富的市場經驗。雖然目前蝦價低迷，他建議阿成還是出點貨。而家有幾錢啊？24蚊、25蚊到而家。咁大隻嘅喎。貴啲係嘛？咁靚嘅蝦。有咁大㗎，點都貴2蚊。嗱，等佢遲啲升翻幾蚊都好啊。
咁遲啲應該都會有價錢嘅。就你啦，反正你係要買，你就通知我。到時微信啦，快啲俾電話你。走啦，好嘛？好好。俾電話啦。得，好，係咁啦，到時俾電話你。有咩俾電話啦？考慮了一晚，阿成決定忍痛出貨。你養夠一日子，就算蝦價便宜，都要大規格嘅出咗佢變現，然後就再繼續養小規格嘅蝦。羅氏蝦賤賣也是沒辦法，市場如此，手頭資金也要回籠一部分，才能正常運作下去。如果有畝產達到500零斤嘅，都有傳聞，即係佢蝦要需要用氧嘅，一缺氧咧就會死嘅。嗰度係攞嚟飼蝦嘅，拉啲蝦上嚟嘅笪，就放喺度揀。揀完之後咧，就將最靚、最合規格嘅蝦拉到大城市去賣，細嘅呢留翻嚟自己養。養家行內有句話，穿着拖鞋進去，開着奔馳出來，只要存活率高，那就是躺着數錢。阿成的大女兒在汕頭讀大學，今天回家，阿成忙完蝦塘的事，就着急奔向了高鐵站接女兒。好遠啊！喺嗰邊嚟，我都係第一次嚟講啫喎。放人都坐入邊。今天女兒回家，媽媽和小姨早已經在廚房忙碌了。鹽焗羅氏蝦，熱鍋下粗鹽，炒熱。鋪上羅氏蝦，下米酒提味兒，再用鹽覆蓋，蓋鍋8分鐘即可出鍋。冷鍋下油燒熱，放入羅氏蝦油煎，至焦黃撈出。熱油，再倒入咖喱，最後倒入羅氏蝦。入米酒提鮮，起鍋裝盤後，再撒上少許蔥花，一道充滿東南亞風味又兼具廣東特色的咖喱羅氏蝦就做成了。淋上秘製的蒜蓉醬。蒸熟的羅氏蝦，蝦肉開瓣，蝦膏橙黃，頓時口舌生津。幾個月不見，大家都格外想念，只是都不如最小的弟弟表達情感來得熱烈直接。日日考試點啊？仲得啦，我覺得。你還前面喝奶茶好唔好？最累過佢啊！蒜蓉是羅氏蝦的神仙搭檔，大蒜素濃烈而刺激的香味兒，與蝦肉氨基酸淡雅的鮮甜，一濃一淡，相得益彰。鹽焗羅氏蝦的口感仿佛一縷清風，毫不油膩，海鹽的鹹味兒自然地融進了蝦肉，飄香的酒味兒也在肉瓣之間朦朦朧朧，若隱若現。哇！嗰隻蝦攞咩煮㗎？咖喱咯，嗱呢隻咖喱落豉而家好人孩子們開心地享用着美味，他們並不知道蝦肉賤賣。阿成和阿豪已經暗地裡盤算，明年要怎麼增收。他們的世界只有擔當和守護，守護家庭，
守护自己用心经营的一方水塘，坚信未来可期。在一个厨师的进阶路上，食材的挑选和运用不可或缺。如果说纯粹的老派的话，人家还吃不习惯，你肯定得改点口味，都是比较传统一点的那个潮汕菜。林广泽从入伍到退伍后，一直当厨师，一干就是31年。老厨师这几天想在广州做一道饶平老菜炸虾饼，却卡壳了。原因在哪儿？虾不行。帮上了路，你咪嚟咗幫掉頭啊！林师傅决定回一趟老家，寻找合适的虾。阿好是林师傅多年的好友，做了几10年海鲜买卖。他向林师傅推荐了一款当地的特色虾。今天刚好渔船有捕捞到，阿好带着林师傅来验验货。好冒上啊！给他切也退了，就2号啊，这。阿好推荐的是饶平本地的樱花虾。樱花虾又叫玫瑰虾，主要分布在台湾海峡这一带海域，通体艳红，如樱花盛开而得其美名。樱花虾体型娇小，外壳细薄柔软，如穿了一件纱衣，隐约可见淡粉色的鲜嫩虾肉。林师傅总算不虚此行，满意而归。林师傅是一家新派潮汕私房菜的主厨，店里来的都是高消费客户。为了打动他们的味蕾，林师傅在保证招牌菜出品的稳定后，经常要钻研新的菜式，变化花样。1斤面粉加泡打粉1两半，粘米粉1两，澄面粉1两，虾肉剁碎，葱花切小段，加冷水搅拌至黏糊状，倒入锅铲上，再把樱花虾放置在表皮，油炸至虾饼脱离，即可起锅。那这炸这虾饼就外酥里嫩，这个口感吃起来才好。林师傅还有一道引以为傲的招牌菜——糖心富贵虾。这道菜对食材非常考究。明天有重要的客人要来，林师傅决定亲自去选购。这个就厉害啊！这个是1斤，最少有1斤啊。林师傅要挑的是来自泰国的极品富贵虾，标准是虾膏要满。这个大条，当然能再大一点更好，7、8两最好。有这个明天就做得好了。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最简单的烹饪。富贵虾要经历冰火2重天的考验，先置入冰水中20分钟，随后又沉入沸水中定型。具体煮多少时间，要靠经验去把握，这才是形成糖心的关键一步。等虾膏处于半凝固状态，随即捞起，放入冰柜冷藏2小时以上即可。这是林师傅的独门手艺。这种做法类似潮汕的打冷，
富贵虾的鲜味被完全锁住，溏心融化的恰到好处。把螃蟹蒸熟拆解，加胜瓜粒儿和干贝末，用鸡汤煮。就是蟹肉腥香，而且又够甜，加上它这个瓜，还有最主要也是这个鸡汤。最后加芡汁。起锅加几滴灵魂鸡油，一道鲜美而不失清爽的拆蟹羹便大功告成。来了！今晚客人如期而至。这个叫做溏心富贵虾。哦，溏心富贵虾，8两。在很多人眼里，潮菜就是牛肉火锅、牛肉丸、海鲜、打冷以及各种小吃。然而，这些并不代表潮菜的全貌。潮菜远不止这些。炸虾饼，里嫩外酥，焦香四溢。虾的弹牙，面的柔软，葱的清香，壳的酥脆，饱满的层次感在口腔里充分展开。再配上一碟梅子酱，简直是无敌了。先把你干掉先啊！来，要等到饭菜凉了啊！溏心富贵虾造型秀气，虾肉鲜甜嫩口，溏心绵软丝滑，一口咬下，高香鲜甜极尽绽放，特别的口感让你难以忘怀。好吃啊！当然你们都别吃，给我一个人吃。不行，这个会打架的哦。那这个什么？蟹肉羹，这是把肉蟹拆煮。蟹肉和干贝的核苷酸与鸡汤里的谷氨酸协同作战，鲜味提升了好几倍。一口蟹羹，浓郁的蟹香从爽口的胜瓜里溢出，让滋味流连忘返。干掉才行啊！身体健康啊！客人的满意就是林师傅最大的满足。林师傅说，这辈子他干好这一件事，不断干得更好，他就知足了。和本土辣味不同，大型城市的辣是随着人口的流动突破地域局限。一线城市最先被攻城略地，连一向推崇食材原味、讲究清淡饮食的广州，也有被红潮淹没之时。我哋嗰啲福到啦，係啊，啲燈籠啊，呢啲係廣東文化都會有嘅。李聪聪祖籍湖北，在广州长大，大3就开始自己捣鼓生意。对广州本地人越来越能吃辣的认知，让他一毕业就决定开一家火锅店。这已經是記不清第多少次的同行考察了。我發覺我啲乾冰啊，結住咗啲水啊。而且佢嗰啲係食得到係新鮮嘅，底料唔鹹啊，最緊要。佢而家先開始出辣啦。呢啲就係叫魔鬼辣，所以廣東人就係喺食呢方面就好勇敢。係啊，攞條命去試嘅。啲人開始啲辣椒。作为这间店的最小股东，聪聪负责起了筹备开业的工作。一早刚到现场，就遭遇到难题。哇，大家还要都准备弄得好啊！好，东坡来了怎么办？关键是现在没有电，只能在旁边，就是跟隔壁接点电是吗？原计划下午的试菜，全得看聪聪是否能协调到准点来电。哦，来电喽！聪聪释放天性没几秒，2天后开业的压力又接踵而来，马上要开始第1次试菜了。出品如何？3个人心里都没有底。这是印度辣椒，你们试一下这个是。觉得我们这弄一个可以选辣度的锅底出来，對，可以嘗試一下我們這廣東的味道的。這是你睇下雙11，
辣椒醬廣東人買得最多嘅。川味火锅来到广州，最先考虑的是辣度问题。辣虽然足以压制任何食材，但在广州，它变得不那么强势。传统火锅的头部食材，羊肉、毛肚、牛肉，地位坚挺，最能检验出品，是试菜的必选。但广州不少火锅店也会悄然加入各种海鲜，不同省份的地标美食投入到同一锅底，经历红椒与各种香料的修炼之后，拥有了更饱满的香气。出品还算满意，聪聪和团队决定第2天就试营业。熙熙攘攘的北京路，琳琅满目的美食，到底有多少路人愿意来自己的店里尝辣尝鲜呢？家人们，我们马上准备开业了，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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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刚打开大门，就有不少路人开始咨询，如同对牛肉的几分熟有不同喜好。广州大部分食辣的餐馆都有几分辣作为选择。辣的口味是不辣的，这么辣你不怕上火呀？带广东风味的川菜火锅，不仅增加了甜品区，调味台也是南北碰撞。蚝油、沙茶酱这些广东调料和芝麻酱、辣椒酱等奇妙的共生共存。就这样，在新老板、新店长、新员工的齐心运作下，火锅店跌跌撞撞地开始营业了。出乎意料的是，这种微辣的火锅店竟然同时吸引了全国各地不同口味的客人。准确地说，辣椒带来的体验并非一种味觉，而是一种疼痛感。神奇的是，它不但不会让人抵触，反而产生更为强烈的刺激和愉悦。也许会吃辣的人觉得会比不吃辣的人拥有多一半的食谱和快乐。看着客人们大快朵颐，本以为可以舒一口气，总部一个电话通知又让聪聪急坏了。他拉着搭檔在路邊就討論了起來。今年又到春節啦，好多廠家又要放假，可能要臨時租間倉庫，存差唔多2個月嘅貨咁到。聽我哋之前預計嘅要多咗好多嘅費用。係，只可以咁樣解決。想着又要增加一大筆的支出，聰聰有些煩心。趁下午休市，趕緊叫上店長盤賬。一個情況來說的話，我們一天最少要做到4萬5到5萬這樣的情況才是不會虧本的。就是每張桌最少要翻3次。是不是鋪租佔了大部分的？確實是挺貴的，現在年底招工也不好招，這個是目前最大的問題。22歲的聰聰就這樣不斷地面對問題，解決問題。開一間呢啲火鍋店，太多問題要處理啦，需要你突然間去解決。上面有發現有油。卤味嗎？卤味啊，裡面請。容不得感慨，緊張的晚市又開始了。今天的等位長龍讓聰聰開始擔心服務跟不上。突然，他發現了一個熟悉的身影。今日真係冇諗到佢過嚟睇下。我最佩服我老豆一點都係最慘嗰陣，屋企啲房啊、車啊全部抵晒出去了，咁樣佢都仲起到身嚟。加油啊！那肯定啊，每天都是在加油。無數像聰聰這樣的移民家庭就這樣在廣州扎了根。他們把自己的口味和當地口味調和一處，互補長短。新派辣椒飲食正是移民口味的大融合。聰聰和這個城市湧現的辣味一樣，在不斷調試中找到自己的存在。